网民的留言嘛，我是觉得有一点。优妈也太强势了吧？优爸是被逼的吗？就是我们俩的感情，我的确是比较主动、比较强势的那一个。两个人约会的时候呢，主要就是看人生是一种选择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I could be red, or I could be yellow, be blue, or I could be purple,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又要来了，还有爸爸和妈妈。耶、Hello， 又见面了，我是微微。今天跟大家聊关于爱情的话题。首先呢，我先给大家读一个留言啊，念一下。中国女人为什么喜欢台湾人？因为台湾人有钱，而且福利好。中国由于经济落后，加上重男轻女的思想，中国女人普遍学历低。由于家庭条件差，从小营养不良，智力发育不良，见钱又眼开，所以泡中国女人只要一样东西就行了，那就是钱。我看了这个留言，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刚好我今天的影片呢，就是跟大家回忆我和优爸这段两岸爱情。现在俺俩也已经结婚快8年了，那这8年呢，我有没有过后悔？或者说，当初如果这样选择就更好了？那就一起看一下今天我和优爸的深度婚姻聊天。8年前的今天，我和优爸在泰国的曼谷，然后我们两个那次本来是出去旅行的，也就在旅行的前几天吧，两个人就商量说要结婚的事儿。对，但是催呢，指定是我家人比较催的，因为当时和优爸已经谈恋爱1年半了，1年0.5个月。然后我们家人就说还能在一起吗？但是优爸他的确是个不婚族，他也觉得他自己的能力好像不太适合结婚。他的妈妈也比较恋儿子。之前发生过几场和他的前女友们不愉快的经历，所以优爸真的是很害怕的那种。这些都是婚后聊天才了解的。我在委婉提出的时候，优爸说好啊。然后当下我就在淘宝花了10几块钱买了个头纱，然后带了几件漂亮的裙子，我们就去泰国曼谷旅行。然后顺便我的小心思就是顺便俺们俩拍一下订婚的照片，留念一下，因为我是比较有仪式感的那种。就带了一个3脚架，俺们俩就去旅行了。优爸还特意订了一个特别浪漫的饭店啊。对呀、我们两个就在里面拍了一些照片。当时可开心了，那时候曼谷可热了呢，俺们俩哭拍好多，然后优爸也特别配合我。再后来俺们就回到北京了，然后再后来是不是就要领结婚证了？是不是还要优爸和我结婚，他还要办理无犯罪证明？但是他始终就没有提接下来的操作。然后问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啊？因为我妈妈我爸爸也想见证这一刻。就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证呢，就一定要去省上，两岸结婚是不能在我们家小城市办的，所以我们还要集合在俺们那个省黑龙江省的省会哈尔滨。对，我就跟优爸说定哪天呢？我妈我爸他们也好请假呀。优爸就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回避这个问题，他就是回避。我跟你们讲，他就好有时间的，他就一直回避。我知道你们很想听接下来的故事，但是这一集我们是拍鹿耳门圣母庙所以故事就讲一半为啥给你们突然说了这一段？我发了照片在 IG 上，你看了吗？看到了，就是我们那次拍的照片。对呀、8年前今天。然后呢，下面网友留言留的啥？网友说，原来优妈属于积极主动型的，而优爸看起来很无辜的样子。
优妈也太强势了吧？优爸是被逼的吗？但我给你们讲，就是我们俩的感情，我的确是比较主动、比较强势的那一个。就算你双向奔赴，你跑步你都很难并列第一呢。对呀、你还有个第一、第二呢。这很正常。然后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照片拍起来，我也是属于比较强势的那一种，就连亲亲都是女上男下。你坚持要那个姿势啊？我有坚持吗？对呀、你很享受这样啊？你就躺在那儿了，就是哎，快点来亲我吧，享用我吧，就那种。那我是不是得上去吻你？这张照片就有了。还有一张照片，网友留言说：“哎呀，这张照片一定是垫了很高的踏脚板，就是那个咱俩的背影啊。”没有，优爸当时真的没有垫高，是我扎了马步而已，扎了马步而已。传统迪士尼的定义哪有高公主、矮新郎，都没有，永远都是那个王子是又高又帅的，然后那个公主呢就是小巧宜人的。俺俩就不是嘛，俺俩就是高子配矮子，瘦子配胖子嘛。又醒了，他就是不可能，先天条件不允许嘛，那我就只能扎马步啊。你知道很累很辛苦的，我的腿在颤抖，依偎在他肩膀上的那种轻松、幸福、温暖的感觉。所以我们为了呈现这个订婚照，真的是很不容易。我太不容易了。我当时自己认为这是订婚照的订婚照，分享给大家。我们刚刚在那个圣母庙里面看到联谊嘛，大家都在做那个游戏做活动，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女生是在外围，男生是在里面。是的，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在走，我不知道在走什么，就一圈一圈的走，很像是练某种神秘的功。他们要轮着时间，然后就像齿轮有没有动一个？比如说内圈是顺时针，那外圈就是逆时针。对。然后呢？然后我就放一条歌嘛，然后10停，这时候其实说就大家就面对的是谁就可以聊天的呀。这样。就偶遇啊，一种偶遇。那如果说我不喜欢他，我和他一点眼缘都没有，但是我当下还是要和他聊。你当然也可以不礼貌的，不能跟人家聊。那不能不礼貌，不太好。现在收看我们影片的网友有哪一些就是你们现在已经结婚了的，然后是通过这种联谊和你的另外一半认识的，可以在下方留言。我没有参加过这种联谊会，而且我的生命当中好像也没有出现这种联谊会，是来到台湾之后我才知道有这种东西。你知道他们聊什么吗？不知道。就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们家是在哪儿，然后你今年多大了？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应该就是这些吧。那我觉得和大陆的所谓的相亲也差不多。对啊。我们会以这种家长和朋友的这种相亲模式，1对1模式，是到现在都还蛮火爆的。但是它也分城市，小城市会比较就流行这种相亲结婚，大城市反而就是自由恋爱的会比例多一些。因为大城市不在父母身边，管不了。我有一个姐姐，她就是相亲结婚的，她之前有自由恋爱过几任男朋友，然后她也有一段长时间的恋爱，后来也分手了，后来她就频繁的相亲啊，有一个男孩子也是单身，他的家长也在为他找老婆，家长就来电话，工作，对吧？月薪多少啊？还有就是有没有5险1金呢？然后父母是干啥的呀？身体健不健康？父母有没有保险？养老金？家里有什么人有过什么大病吗？他们家就是家庭状态怎么样呢？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他家有几套房？这些 OK 的前提下，2个人就会展开一场约会。家长跟着去吗？家长一般不会跟着去，现在不会跟着去，我妈那个年代才会家长跟着去。2个人约会的时候呢，主要就是看面相，看长得
面相感觉没有投缘，就不想聊了。那如果什么样的才能够有这个恋爱的可能？就是看着不讨厌，再看咱俩的性格啊，其他的。我以前特别不理解这种相亲，特别不理解。我觉得爱情邂逅的浪漫的场景，两个人彼此暧昧啊、追求啊，是那种全部的经历。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我会觉得相亲这种形式也不错。我变了，我的确变了。我是觉得就是会轻松一些，在以后的路上。我为啥这么说？就是我和优爸真的是因为爱情在一起的。然后我们俩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从来都不过问我的家庭，当然我也不过问他的家庭。我们俩都是那种爱情至上的那种人，就是恋爱脑。然后但是后来结婚之后，的确有点心累，因为第一就是有文化冲突嘛。其实这一点对我来说不是啥问题，但是有点奇怪，就妈妈赚钱，爸爸，反正我婆婆是挺失望的。也是后来两个人相处好了，才跟我说一些她的婚姻，就满眼的失望的那种。对，然后再后来结婚之后，他才跟我说他们家人有一个人得了一种疾病。其实这个如果是在结婚之前，我一定会把这个当成很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台湾这边会不会顾虑吧，就是这种什么隐性基因啊、家族疾病遗传啊这种。对，但是当时优爸都没跟我说这些，我都是结婚之后才知道的。所以就个人经验啊，就是理性的跟大家分析。可能这集拍完之后，下一个去鹿耳门圣母庙相亲的就是我了。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想慎重的选择婚姻，还是有必要在婚姻之前去比较全面的了解你伴侣的家庭的状态，然后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和他们多相处一下，哪怕说以后不住在一起，也是要多相处一下。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支持我和优爸一直走到现在，即使他的家庭状态是这样，然后中间出现了很多狗血的剧情。虽然说我是圈外人，但是我和他结婚了，我就被牵入到了局中，所以就真的是会很心累的一个状态。但维持着我们现在，然后让我们摆脱了他的家庭，自己走出来，重新开始我们的新的生活。再就是两个人的三观要正，因为毕竟就是父母终究他们会离开，他们终究会离开这个世界，最后相伴这个婚姻走到底的还是你们。人生是一种选择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依然坚信还是要心灵相通，不然的话很折磨。优爸说了，就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对，那无情人就不要成眷属。其实一个人也挺好，只要你开心就行啊，慢慢等。我昨天去好事多还遇到了一个阿嬷，然后当时我带着悠悠，阿妈就跟我聊天，她说这是你女儿啊？我说是。她说你只生这一个吗？我说对，只生这一个，因为生两个实在是有点辛苦。她说我儿子现在都不结婚的。我说因为现在压力其实还蛮大的，而且养小孩，你想把他养得很好，其实也是要付出很多的。阿妈说对，真的现在这个社会压力真的很大，所以我也不劝他想一个人就一个人吧。我觉得哇，那个阿妈好新潮啊！就都经过这个，不只是什么生活生存压力吧，就两个人相处其实有很多需要磨合吧。对，听完了我们的故事和我现在对于婚姻是否选择相亲，就我的改变，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这个寻找爱情方式的一个定义吧。大家还记得这个影片最前面给大家读的这个网民的留言吗？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偏激了一点。就我觉得现在的爱情不是说一样就可以搞定一个女人，就是钱。比如说你看优爸，他吸引我的就是灵魂方面的。有一些所谓的就是潜力股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就是自身的能力要有，哪怕说现在一无所有，但是两个人可以日后再去创造。那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大家如果想继续听我和优爸后来的事情，那就看这集的反响吧。
我们最近拍影片有点太放飞自己了，想到啥说啥啊，因为没有啥流量可以蹭。然后大家如果对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一些我们曾经的爱情故事有兴趣，可以点一下，我们有拍过微微爱情故事，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那的确，这一次拍完这次订婚照，优爸是打退堂鼓的。那我们俩后来又是怎么领到了结婚证呢？我做了什么非人的手段呢？那就期待下一次吧。想听的留言加1，留言加1凑够1万个，我就1万个有点太夸张了。留言加1凑够200个，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不好吧？大家就不用按+1了，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就这样。200个啊，200个加1，好，请期待下次影片，拜拜。不要勉强，不要按。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点击加入，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可以选择悠游粉、优爱粉或是优福粉。选择好之后呢，点击蓝色加入键，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点击右下角结账，完成。这时候出现页面，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直播室等你哦。我是优妈，我是悠悠。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记得下方留言啊。对，还有订阅我们哦。